北约兵临城下，矛头对准莫斯科。川普称上任就要调停俄乌战争，但普京秘书爆料，俄罗斯无意谈判。乌克兰115旅崩溃，泽连斯基震怒，宣布进行军改。美军最先进电子战系统实战。1月14号，北约在罗马尼亚启动了代号为“坚定飞镖2025”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次演习从1月13号开始，预计将持续到2月26号，期间将模拟部署新的快速反应部队，以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能力。克里姆林宫指控该演习是在针对俄罗斯。据北约官网透露，本次演习规模庞大，参演人数达到了1万人，来自保加利亚、英国、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土耳其和法国等9个北约成员国的17艘海军舰艇、20多架飞机和1500多件军事装备将参与本次演习。北约表示，坚定飞镖2025的主要目的是检验北约部队的部署能力以及参演国之间的作战协调性。这次演习的焦点是新的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首次实战演练。从2024年7月1号成立以来，这支部队将首次投入演习，模拟与势均力敌的对手发生冲突的情景。军事专家分析，北约之所以选择在罗马尼亚举行这次演习，就是看中了摩尔多瓦以及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当前局势的复杂性，迫使西方必须加强这一侧翼的防御。德左在传统上是属于摩尔多瓦的一部分，但经过多次合并和分离，苏联建立时将摩尔多瓦和德左并入了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德左从名义上归属摩尔多瓦，摩尔多瓦从未获得过实际控制权。俄罗斯在该地区有一支上千人组成的维和部队。2022年4月22号，俄罗斯中央军区副司令鲁斯塔姆·明涅卡耶夫在会议上表示，俄军在乌克兰的第2阶段军事行动的战略目标为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和乌克兰南部，以打通一条顿巴斯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及德涅斯特河沿岸的走廊，可见该地区对于欧洲安全及俄乌战争的重要性。演习期间，预计将重点演练如何应对敌对威胁，并展示北约军队在东欧数千公里范围内应对复杂任务的能力。同时，演习将更加注重无人机的使用，并提升突击作战的执行能力。英国作为这次演习的主导国强调，这次演习展示了北约捍卫每一寸领土的决心和能力，并明确表示北约将毫不妥协地保护成员国安全。分析认为，随着俄乌战线的逐步崩溃，北约明显是意识到俄罗斯的军事压力将进一步扩展至东欧，因此选择了加固东部防线。军事专家维克多·利托夫金指出，摩尔多瓦的局势正在恶化，北约可能会派兵进驻，这为俄罗斯带来了新的风险。而在黑海地区，只有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军舰活跃，北约的演习也因此更多地集中于陆地演习。利托夫金强调，北约的核心目标仍是遏制俄罗斯，不仅仅是在乌克兰战场，而是广泛涉及东欧的战略布局。这次演习的一个关键目的是加强北约在东欧的快速反应能力，确保成员国能够在任何突发情况下迅速做出反应。随着局势的变化，北约的战略重心已逐步从传统的防御模式转向更加灵活且富有攻击性的应对措施。这是否会代表着北约可能会放弃原来的被动防御，选择先发制人的攻击？就如同俄友经常用来洗白俄罗斯的那句话，如果战争无法避免，先发起攻击的更有主动权。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1月13号表示，他打算在就职后迅速地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并透露普京也热切希望和他会谈。特朗普在接受 Newsmax 的采访时重申了他竞选时的承诺，结束俄乌战争。虽然特朗普最初曾表示他能在24小时内解决冲突，但他最近将这一时限延长到了6个月。克里姆林宫已经表态，普京愿意在特朗普上任后和他会面，尽管具体日期尚未确定。尽管具体的和平提议仍在制定中，但特朗普团队的一份泄露的计划方案已遭到俄罗斯拒绝了。该计划内容包括冻结当前的前线，推迟乌克兰加入北约20年，并部署欧洲维和部队。然而最新的消息表明，俄罗斯似乎对这和谈是并不抱有诚意。
根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1月14号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前安全委员会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再次强调，克里姆林宫在未来的任何和平谈判中都不会让步，仍坚持实现对乌克兰的原定目标。他明确表示，俄罗斯将彻底摧毁乌克兰国家，解散县政府，实现乌克兰的去军事化，并永久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目标，并认为这些要求无可讨论。在采访中，帕特鲁舍夫坚决驳斥了俄罗斯可能愿意在未来谈判中交还占领的领土这一说法，并表示这一提议不在讨论范围内，已成为未来和平协议的非谈判前提。帕特鲁舍夫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目标没有变化，克里姆林宫将继续推进总统普京在2022年2月23号所阐明的目标。普京在该讲话中明确提出的去军事化目标，实际上是要摧毁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并以亲俄的傀儡政府取代合法的乌克兰民选政府。近日，乌克兰军队的155机械化旅在战斗前的训练和部署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混乱，这一情况让乌克兰高层深感震惊，并引发了重要的政策变动。155机械化旅的崩溃显然为乌克兰领导层敲响了警钟，促使他们重新审视部队的组织和装备问题。据了解，这支旅原本计划在近期参战，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指挥和装备不整，迅速陷入了崩溃状态。尤其是在进行完在波兰、法国和乌克兰西部的训练后，155机械化旅的部队整编和人员调动过程混乱，导致约1700名士兵在9个月的准备期间消失了。其中一些士兵甚至仍未按时归队，尤其是在法国的训练营地。更糟糕的是，由于预算问题，许多旅内士兵最需要的小型无人机和其他基本武器装备也无法及时到位。在这支机械化旅的部署过程中，尽管它配备了德国制造的豹2坦克和法国制造的凯撒自行火炮，但整体战力严重下降，甚至在抵达东乌克兰战斗地区后，发生了一些豹2坦克在内的损失。分析指出，这支部队的混乱状态暴露了乌克兰军队在兵力、指挥和训练上的多重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得知情况后，立刻召开了由高层指挥官组成的斯塔夫卡会议，亲自监督对该事件的调查。根据25年1月2号的报道，乌克兰国家调查局已经对155机械化旅的组建情况和士兵逃亡行为展开刑事调查。泽连斯基宣布，他将亲自负责这项调查，确保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在会议上，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司令谢尔斯基将军将指挥部的失职归咎于法国训练期间与士兵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并且指出新招募的士兵送往法国接受训练时没有足够经验的军士和排长进行指导。由于这些问题，155旅的指挥官，包括旅长、参谋长以及部分副指挥官等已被停职，并有可能被撤职。此外，负责组建该旅的西部作战指挥部指挥官什维迪尤克也因其在设备短缺、人员训练不足以及与指挥官之间的冲突中存在失职问题，被派遣到现场协助管理该旅及其他相关部队。然而，尽管他在这些问题上负有重要责任，至今仍未被免职。从这次事件中，乌克兰领导层已经吸取了教训，并决定改变政策。泽连斯基下令，未来动员的新兵将直接补充到现有的作战部队，而不是再组建新的旅。这一决定得到战地记者尤里布图索夫的报道。他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措施，有助于强化现有部队的战斗力。尽管155旅的重组和指挥官更换已经进行，但对于这支新部队来说，接下来的挑战仍然巨大。新指挥官将不得不面对高度紧张的作战局势，而大部分士兵都已经被投入到前线，使他们很难熟悉新指挥官和战斗环境。这场危机虽然带来了痛苦的教训，但也为乌克兰军队带来了必要的改革。如何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恢复和补充部队，将成为乌克兰能够坚持下去的关键。美国海军的下一代电子干扰舱将由 AN/ALQ-249V1 型号接替现有的老旧的 AN/ALQ-99。去年8月，美国海军首次在红海地区实测了该系统，结果令人满意。海军也在近日宣布，这款干扰舱已达到了初始作战能力，离全面部署又近了一步。
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6号表示，海军在去年12月宣布，下一代中频电子干扰系统已具备了初始作战能力。和之前的系统相比，这款干扰舱在功率、目标灵活性和干扰技术方面有了飞跃式的提升，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执行任务。所谓的初始作战能力，意味着这款干扰舱在设计、测试和生产上已经能够满足海军舰载机联队和 EA-18G 电战中队的后勤需求。根据报道，隶属于海军第133电子攻击中队的 EA-18G 咆哮者电战机已经在林肯号航母上部署了该系统。该中队从去年8月开始，在红海地区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战斗部署，实地验证了干扰舱的先进作战能力。这也标志着 NGJ-MB 首次投入战斗使用。去年12月，挂载了 AN/ALQ-249 电子干扰舱的 EA-18G 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画面也被拍摄下来并公开发布。AN/ALQ-249 是由美国军工巨头雷神公司研制，是美军下一代电子战干扰舱中的中频段系统，专门执行复杂的电子攻击任务，包括网络战能力。据称，它的功率比现在的 ALQ-99FV 强大10倍，还可以从空中向远程系统植入代码，具备极强的主动干扰能力。对于美军航母来说， EA-18G 挂载远程电子干扰舱与具有隐身性能的 F-35搭配使用，是战术上的完美组合。AN/ALQ-249 可以从更远的安全距离进行电子压制，而隐身的 F-35则能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悄悄进行攻击。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